我们要有高度，不可以这么高度。我们不可以就像你一样用垫子垫起来的高度吗？哎呦，不可以说出来呀！这么矮能看吗？为什么不行？我是六六，他是大山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。没错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什么呢？哎呀，不要插嘴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，我们要怎么做，家长才会满意？什么样的小孩才是这个世界上完美的小孩？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有点奇怪的地方是，到底什么叫做完美？我不知道，我不回答。哎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不知道啊，但是我没当过妈妈，所以但是我问我妈，你听我妈讲啊，你有没有曾经觉得是完美的孩子？你哦，有，怎么说？应该是读国小的时候。我觉得那个时候，我跟你讲什么你都没有意见。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是100分的女儿。所以完美就是妈妈说的话都听。因为我觉得说是一个听话的孩子，就不是莲花落皮啊，干嘛就乖的啦。就是小学生的时候，低年级的时候，就是只有1、2年级的时候。总结一下，我妈的意思就是，只要什么都没意见，然后听话、很乖，不找麻烦，就是完美。就是要乖孩子嘛，你只要乖孩子，对我妈来说，我就完美。但是我还是很高兴，我有曾经是完美的小孩。这题我们要问阿迪亚梅。有些人觉得家长不可能满意，或者有关成绩的很多，还有懂事、孝顺、贴心、听话、乖巧、独立，这些通通有。其他的人就是期待自己的孩子平安、健康、快乐长大。所以啊，每个人满意的标准不同，想要的孩子也不同。就算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，想法也会不同。但是我觉得要求父母一直让我们做自己很难呢。你想想看哦，假设你今天有了一个小孩，你付出了很多的时间、精神，还有你的爱，都给他，那你会不会想要有所回报？对啊，但是我觉得父母其实知道我们不可能完美的，因为他们也不是完美的父母啊。我自己都不完美了，我怎么敢期待我的孩子很完美？所以他们就是内心的一种希望，他们在期望说可以尽量去符合。希望啊，但是我觉得很难啊。所以他希望你可以达成他的愿望，但是呢，他其实也没有办法强求你是完美的小孩。但是其实很多的小孩子都在努力的达成父母的期待啊，父母开心我们就会开心，父母难过我们其实也会很难过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努力做到的是他们所期待的，但他们不一定会看见，他们都会觉得你努力的不够。但是我很努力的想要考满分，让我的父母开心，但是我努力的结果，你没有看到我是从0分考到了99分。因为他们不知道啊，就他不晓得你现在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。你一发现这件事情，你就要开始好好的跟妈妈或是爸爸好好的聊一聊。如果父母要求你一个你绝对不可能可以达到的，你一定要跟他讲。如果我们没有跟他说现实的状况是我做不到，但是又让他一直保有着那个期待，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期待，他也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期待，所以你们就会渐行渐远，走在平行时空。多去了解，多去沟通，我们或许说出来的时候呢，他不会在第一时刻就接受，但是多说就多有机会。所以你支持小孩，他们有想要的要跟父母争取吗？我觉得应该是
要啊，因为集思广益嘛，你要做一件事情。但是如果他非明就知道父母他们不会答应的，那他还是必须要讲嘛，还是要讲，因为你就是要为自己负责任啊。这件事情也是考验到双方的弹性啊，你愿不愿意看到父母在你身上的付出，父母愿不愿意看到孩子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努力。因为我相信父母不会希望你是不快乐的孩子，他爱你，他不想要你不快乐，所以他们还是愿意去调整他心中的那一条期待的线。会调整啦，但是没那么快，可能没那么快，不一定啊。就是如果你的父母是比较愿意去倾听的，可能会比较快。但是如果他不愿意去倾听，可能会比较慢。但是他总是听到了。就是父母他们有时候他们不是说，哦，我没办法改变，而是你没有机会让他们改变。妈妈也要成长。我们经常就会觉得啊，你很烦呢，不要再问好不好？然后不然就是甩门。所以我们期待有完美的爸妈，爸妈也希望我们是完美的孩子，用行动证明你内心所想要的，就是一条属于你自己的康庄大道。不然爸妈会自己以为你的康庄大道是那样子的。我们都不期望我们还有父母过着他们不想要过的生活。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父母不快乐，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父母不接我们，我不希望我们的父母看到我们不开心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说，他们怎么会知道呢？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过去，但是我们可以去影响未来。所以今天我开一个功课给大家，你们回去做个练习。好，因为我知道我父母的期待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好，假设我的父母的期待是你要健康、快乐、平安、努力、赚大钱、离家近，不可以住外面。好，这几个，但是我就回去跟我妈说，我只能做到健康、快乐、离家近，其他的我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困难，这样子你可以接受吗？或许我没有办法达到我爸妈说的要赚很多钱，但是我跟我爸妈说，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工作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。有意义是什么？告诉他们。我觉得父母呢心中那些期待，其实很多的时候是会因为他们想要让你更快乐，让你想要过得好，而愿意去调整的。那如何让他们去调整呢？就是我们不要勉强和妥协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就多跟父母聊，还有要有时间，让他们去思考，让他们去接受，让他们愿意去想一想。该争取的就是要争取，可能这之间会有一些火花，或有一些冷战，但是时间会让一切有结果。对啊，父母他们感到你最完美的时刻，或许就是他们知道你为他们尽力的那一刻。我们都在期待每个人的那一天到来。对啊，说不定长大之后，我们还有机会可以让父母觉得我们完美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为了他而努力。而这就是因为我们有说出来，或者是有展现出来，而不是让他们一直在脑海里自我猜测。对啊，但是如果你回去做了这个练习之后，你的父母没有达到你期望的那样子的回应，也不要太过悲伤，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值得跟父母沟通，因为并不是说你不讲它就不存在，你讲了，虽然说有可能在现在不一定会更好，但是对于你还有你父母的未来来说，你开启的是我们第一次沟通的这扇大门。对啊，我还是再讲一次，我相信他们不会希望你不快乐，
这也是考验说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多重要。对，因为如果说你觉得你可以因为父母而妥协，那是代表说其实你对这件事情也不太重视。你一定要不断的用时间来坚持你所捍卫的那个信念，也让父母看见了你的坚持，让他们愿意去思考，是不是这对你来说很重要。对啊，但是这也是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觉得或许有时候我们所想要的那个东西，或许过了好几年，我们发现它不是我们很想要的东西，这样也很好啊，至少我们愿意去发现、去调整。所以呢，如果父母会因此而调整，那也是一件好事；或者是不调整，那也可能是一个机会，因为你或许对自己所想要的并没有那么重要。所以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一件事情，好像聊了热灯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父母跟父母要沟通，我们要把我们想要的说出来，不可以勉强，要给时间，还有要知道父母他会猜想，那他会猜想是不是因为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，让他以为你的期待是那样的。就算我们没有沟通，有一段时间没有沟通，但是发现有代沟的时候，马上开启沟通。父母他希望我们是个开心的孩子，他不一定希望我们是完美的孩子，但是他一定会期望我们开心。而且父母对完美这个定义会随着时间而改变，就像你的妈从以前觉得你要听话、你要乖，到现在觉得你开心快乐就好。对，请看 VCR。所以妈妈，你现在对现在的我有什么期待？你哦，对我，你能够开开心心的过日子，我觉得这样就好。我想要跟大家讲，虽然说我们今天表达了我们的观点，但是如果你们没有办法跟家长好好的聊天，或者好好的坐下来的话，也没有关系。因为我们尊重所有人去面对自己家庭的权利。而且，好，你说，但是什么？不知道啊，你刚才不是要接？我是说，而且你说但是，而且你要说什么？而且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每个人都有他所适合的表达方式来跟父母沟通跟连结。但是我们一定要尝试将我们的想法跟父母说，或者是把我们的想法跟孩子说，让我们彼此连结沟通。因为我觉得，如果他们可以靠眼神就可以了解自己的内心的话，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。你喜欢吃冬粉吗？好，我的小孩喜欢吃冬粉。好，今天的影片要下班了。 No， 要这样 ，OK， 1、2、3 ，OK。今天的影片要下班了，喜欢溜溜的音乐请下。喜欢溜溜的安喜欢，喜欢大山的安订阅，喜欢溜溜的大山，请开启小铃铛。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故事呢？欢迎在影片下方和我们留言，和我们分享。或者是你是父母的，你怎么跟你的小孩子沟通？那你是小孩的，你怎么跟你的父母沟通的呢？我们都要一起好好的聊天，互相成长。你们如果有什么想要跟我们一起聊聊的议题，还有想要跟我们聊聊的话题，有什么想法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。没错。不管成败，不管怎么样受伤，最终不管孩子在外面，即便说跌倒受伤，家还是他
最后的一个避风港。对，所以如果我们在外面不干，还是可以回来住。要不然怎么能够称之为家呢？